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充其量就是软饭硬吃。进草！说谁吃软饭？草！说谁吃软饭？草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这怎么回事？哪位是米娜？我是米娜警察同志，好，谢谢你报警啊。是朱静草让我报警的。警察同志啊，周瑜的事儿，顾茉莉也是受害者，她并不知情。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也不会错抓一个好人。哎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打人都是不对的啊。知道了，你跟我回趟所里，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走啊。朱先生，首先我们要对你表示感谢。实话实说啊，德从公司我们已经盯了很久了，接到过几次报案，我们正在调查和搜集证据。你提供的录音等相关材料对我们帮助很大，后续可能还需要向你进一步取证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下，像这种情况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不鼓励个人单独行动。你应该第一时间报警。我知道，那顾茉莉她现在人在哪儿啊？正在做笔录。从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，她确实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拖入了周瑜设的局。还好，你让人报了警，让这件事情及时踩住了刹车，才没有造成更糟糕的后果。否则啊，拖得越久，陷得越深。那请问顾茉莉她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？不需要。做完笔录就可以回家了。不过我们已经通知他，那104.8万要暂时冻结，等案件结束以后，可能要被追回。谢谢警察同志，也谢谢你。谢谢你配合调查，以后我也许还会找你。好，随时。哎，请问一下，朱杏草呢？办完手续早就走了，再见。这真像是一场梦，一个人真正的认清自己，好难呀！现在连朱静草都离我而去，生活真的这么无情吗？你们说我脾气不好，说我唠叨，说我固执，我愿意这样吗？朱家的家训传到我这儿已经第13代了，原来是4000多字，80多条，现在被我删改成24条。删完了我就心虚了，我有何德何能敢删改朱家的家训呀？老祖宗留下的东西，咱不能都扔了吧？好的咱得留下，要不然100年之后见了列祖列宗，你怎么交代？一个家可以没有财富，但绝不能没有精神。教你们做炖菜吧，哎呀，你们就是瞧不上眼。其实吃饭不光是为了解嘴馋，还要营养平衡。炖菜用料简单，时令不同，搭配各异。所谓秋补羊肉，春补鸡，冬吃萝卜，夏吃瓜。一个炖菜做好了，那就是一顿饭。婚姻是婚姻，爱情是爱情。我们常常贪恋爱情的美好，愿意被那些地久天长的爱情所感动，可我们忘了，在那些柴米油盐的烟火气里，藏着每一个家人的付出和包容。
他们慷慨的、小心翼翼的、拼尽全力的呵护，从未停止。他们值得被尊重，值得被爱，值得你停下忙碌的脚步，抱一抱，亲一亲。不要以为所有的付出都是理所应当的，别忽视他们，更不要怠慢他们。生活在这个2000万人的大都市里，我们真的很渺小。生活很累，也很辛苦，但想一想，还有那么多人关心你、爱你。我希望我心中有一盏不灭的灯，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，为我们照亮生活的希望。哎呦喂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嘛？怎么就卷到这诈骗洗钱案里去了？不会在公安局里留案底吧？哎呦，还好，幸亏朱劲草发现的早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这张银行卡啊，明天要送到公安局去，不义之财咱不能收啊。顾总妈，怎么就不义之财？怎么就不义之财了？顾茉莉她不知情，她是被利用的，她是受害者。但教训是深刻的，沉痛的。茉莉啊，钱得还，爸爸明天陪你去好不好？我求你们了，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？你在哪儿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王千牛，我们组织的论坛为什么会邀请汪凌霄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有他吗？你自己看。哟，还真有，谁邀请的呀？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把我的事告诉你哥，你就是内奸。姐，你说话太难听了，说话要讲证据，我一直站在你这边的呀。还狡辩，再有这种事发生，开除你。好的，沈总。那个杭州论坛我就不去了，你自己去吧。好的，沈总。我亲爱的哥，我已经被发现了。他说我是内奸，现在他坚壁清野，宁可放弃生意也不去杭州了。我是没辙了。还是那几句老话，老生常谈，别嫌烦啊！安全第一，保平安。咱们的口号是超额完成 KPI， 早日迎娶白富美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开干！哎，讲讲啊，行了，表现啊！领导，谁？啊，我是来应聘兼职这个外卖骑手的，就是想接附近这2个小区的单。这是我的资料，你看一下。同行卧底？啊，不是。记者暗访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可是正规企业，可不行你在我这儿捣乱惹麻烦的啊！你误会了啊！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是一作家，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这个从草根走向成功的励志小说。这里面的主人公啊，就是从这个外卖骑手干起的，所以我觉得
这外卖系统的生活特别多姿多彩，一定有很多这种不为人知的、值得大书特书的这种小故事。哦，体验生活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到我这儿来啊，可算是找对地方了。我们这儿的外卖小哥呀，那生活可是酸甜苦辣都在里面了。哎，你这资料我得好好看看。来，进来。哎呀，外卖来了，你的外卖，谢谢。祝您用餐愉快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老躲着我，我只能用这种方式。哥，你还挺可爱的。姐，这次真跟我没关系，我发誓。来都来了，现在能进去了吧？不行，那你就天天送外卖吧。哎呀，这吃的留下。哎呀，沈总，我觉得你不应该让他走，你应该把他叫回来，你好好教训教训他，给你出出气。闭嘴！你就是内奸，他学你了。明天开始不订外卖了。哎哈，不订外卖我吃啥呀？就我这厨艺也不合你胃口。你说，你这个情况吧，你要做我又于心不忍。那就搬家，惹不起还躲不起。赵阿姨，您随时开始。有一次，我回了娘家，但是没跟她打招呼，就在娘家住了一晚上。回来以后，她说，既然嫁到了夫家，就不能在外面过夜。那第二次，是我刚生完劲草，那时候孩子小，我给她喂奶呢，喂了急了点儿。就呛着了，他就吐了。他说带个孩子都带不好。再后来就是有一次，我们带着劲草回我公公婆婆家，那个时候劲草已经上小学了。那时候是孩子最淘气的时候，他淘气我就说了他，但我婆婆不干，她就护着孙子嘛。当时我也年轻。我就回了句嘴，他说：“一个女人做了媳妇儿，不能这么跟婆婆说话。”最严重的一次，是当事人的儿子在初中住校期间，被告说要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，要减少他的生活费，免得他吃零食浪费。我的当事人看见孩子日渐消瘦。因为心疼孩子，就偷偷的给孩子送去了吃的，以及送去了钱。结果被被告发现后，他骂我的当事人溺爱孩子，说惯子如杀子。我当事人反驳说，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怎么能让他吃不饱饭呢？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父母呢？被告气急败坏的踹了当事人一脚。尊敬的审判长，在被告与当事人长达36年的婚姻当中，我的当事人因为想要维系家庭和睦，保护孩子，忍辱负重，期望着被告能够有一天良心发现有所改变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已经是当了爷爷的被告，竟然变本加厉的，当着儿子与儿子前妻的面，公然对我的当事人施暴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喝什么？我请客。算了吧，怕你下毒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现在在黑石画廊工作。最近呢，我们要办一个欧洲私人画展，可是最主要的画家马尔尼的作品还没有运到，那我们老板都要急死了。
你不是跟那些货代很熟吗？啊，你联系一下他们，赶紧把画给我运过来。参展的作品不应该早都准备好了吗？是啊，就是因为我办事不力给耽误了呀，所以找你帮忙。第一，我凭什么帮你啊？你跳槽了，我离职了，我们俩连塑料同事都不算。第二，你求我帮忙，还这么大牌。哼，顾茉莉，你现在什么情况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别人躲着你还来不及呢，哎，有人找你做事儿，你还不赶紧巴结着？我凭什么巴结你啊？你最好离我远点儿。你这人真没有良心！要不是朱劲草求我，我才懒得帮你。你说什么？劲草求你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朱劲草来求过我们。他说，如果以后有什么工作机会的话，想着点你。他怕因为周瑜那件事儿，别人都会疏远你。那这话别人听了，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，还不使我米娜心软？也是不知道朱劲草到底爱你哪一点呀？这么好的男人，巴巴的跟着你。奶奶，为什么把爷爷的照片摆在这儿？爷爷他出远门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他去了个很远的地方。那我以后想他了怎么办？可可，你昨天晚上一夜没睡，你现在应该去睡会儿。我让奶奶陪我睡。可可乖，奶奶不舒服，跟妈妈走啊。柳柳，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始终没有解决好自己的问题。但我认为，人生的幸福未必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。我知道你对我有看法，但你也得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啊。没事儿，你慢慢说。但我希望，这是最后一次。我记得之前跟你说过，我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。我是独生子，从小我爸妈就对我寄予厚望，为我倾注一切。可是慢慢的，我觉得他们对我的这种爱，就像是一种控制，一种裹挟，一种压迫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说我的父母，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正因为我这样的原生家庭，让我害怕将来成了家有了孩子以后，我会跟他们一样，去逼迫孩子，让他们按照我的想法去成长，逼迫他们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，还是以爱的名义，太可怕了。我没把握。我也问过自己，如果有了家庭，我有能力去为他们遮风挡雨，让他们不受委屈吗？我也没把握。如果我不能给他们幸福，我为什么要结婚？为什么让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？你说的很有道理。那你还纠结什么？因为我遇到了你。我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，那么的自私。我明明喜欢你，但是我害怕承担责任，我不敢表达，甚至你怀孕了，我都还是优柔寡断，思前想后。而你呢？你是那么的勇敢。千牛跟我说，
哪怕这个孩子没有父亲，你要把他生下来。而且这个小生命也是属于我的。还有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女人，可以为了我付出所有，我怎么可以不在意？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？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要成为这个孩子的父亲，我要成为你的丈夫。六六，嫁给我。您节哀，谢谢，谢谢，节哀。害死！你就是那个在上海工作的儿子吧？是我啊，我是路口卖早点的。我记得你。你爸呀，每天都在我这儿买早点，我刚收到消息就过来了。哎，你爸这个人啊，脾气不怎么好，为了几毛钱啊，跟我吵过好几次。我女儿啊，得了严重的川崎症。我听别人的建议啊，在社会上发了个募捐，你爸是第一个到我摊上给我送钱来的，而且一下子就送了3000块。他在我这个早餐店1年都花不了这么多钱，我说用不了这么多，可是你爸硬要塞给我。谢谢。嫂子。哎呀，刘厂长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不跟厂里打声招呼呢？你们都太忙了。你这话就先来了。朱科长是我们的老前辈，家里出这个事儿，就算再忙我们也得来啊。谢谢。你是剑草吧？都长这么大了。剑草，你爸这辈子最骄傲的，就是有你这个儿子。他一直在我面前夸你，说你自强、自立，不靠家里，一个人在上海打拼，还买了房子。自从你爸退休以后，我们机械厂也少了很多笑声。你是不知道，每年我们厂里的汇演，你爸那一定是领股的，他要不在，那演出就没有气势。还有，每年年前的纸花下乡，你爸那都是通宵的在写春联。这么多年下来了，他写的春联几乎送遍了我们县里的村村镇镇。可惜啊，现在听不到鼓声了，也看不到春联了。姐，嫂子，姐。
别动了，这是你爸生前做的，他做了3碗，摔了1碗，就剩这2碗了。这是你爸第一次给咱俩做饭，留着吧。哥哥奶奶，我煮了点粥，你多少吃一点。妈，你都2天没吃东西了，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。可可在卧室不肯出来，他说奶奶不吃，他也不吃。我吃不下。这些年呐，咱们家有了些变化。你们在上海结了婚，有了可可，那个时候你爸就跟我说你去上海提前退休照顾可可去吧，上海呀保姆太贵了，照顾孩子也照顾不周到不仔细，所以我就去了上海。我尽力的照顾可可，照顾你们这个小家。对，我给你们看看吧。这是我收拾东西的时候，这2天才看见他的体检报告。这3年吧，他的血压、血脂越来越高。那上面医嘱说，让他定期去医院检查治疗。没有人提醒他。也没有人关心他，我每次打电话问他，他都说我挺好的，没事儿，你们放心。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突然。离婚就是导火索，当时说离婚吧，没敢告诉你们。一是觉得你说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们再说离婚，让你们俩觉得很丢人。第二吧，我是想我离婚，我不能离开这个家，我是这么想好了的。我都跟他过了1辈子了，我还能去哪儿呢？那天从法院出来，他把家里他攒的7万3千块钱都拿出来了，7万自己才留了3千，我是没有办法呀。你们有矛盾，我觉得都是从那个你们买的小房子开始的。那个时候你们说要把房子卖了，换个大房子，是我把你爸从老家叫到你们那儿去的。从此以后家里就鸡飞狗跳的，没过1天安生日子，我才是那个罪魁祸首。所以我想怎么办呢？那只有换了那个大房子，这问题才能解决呀。但你爸他不同意，你父母呢又不肯让步，所以我就想，我离婚吧。只有离婚，上海的那个房子我才能分到1半。你们交首付不太够，我当时还想要是你父母还能帮你们一下，交个首付，这大房子不就换了吗？你们一家3口就能好好的过你们的小日子。